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在这里，我们关注加密技术，也关注技术背后的思想。今天我们想聊一个比加密货币更深层的问题：自由还是秩序？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秩序呢，则是社会得以运转的前提。当自由遇上秩序，他们会相互妥协，还是说彼此对抗？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曾说过：“我不认为我们还能拥有真正好的货币，除非把它从政府的手中拿出来。但我们不能靠暴力来解决，只能用某种政府无法阻止的方式悄悄地替代它。”比特币的诞生正是为了绕过政府的控制，构建一个真正自由、去中心化的货币体系。但如今，美国政府通过了3项重量级的加密货币立法，这究竟意味着秩序的胜利，还是自由的妥协？当然，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的答案。但我们想借这期视频和所有加密星球的朋友们一起来思考，一起来探讨。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19年，时任总统川普在X 平台，也就是 Twitter 上公开表示反对比特币和其他的加密货币。他的理由主要有2点：第一是比特币的波动太大，不是真正的货币；第二，不受监管的加密资产可能助长毒品交易和其他非法的活动。川普真实的动机我们无从得知，但通过2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我们可以理解他当时的担忧来自哪里。首先呢，是2001年的911事件。在这个震惊世界的事件发生之后，当美国政府调查幕后资金流向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事实：19个劫机的恐怖分子竟然都在美国开立了银行账户，并使用自己的真实的名字。劫机计划中使用的50万美元是几年当中通过从全世界各地小额汇款聚集起来的，这是一种非常原始的洗钱方式，按理说很容易被监控体系所发现，但当时的银行体系对此一无所觉。这些资金运作多年，最终呢汇集到了劫机者的手中，引爆了一场我们都知道的历史上最惨烈、影响也最深远的恐怖主义事件。事实上，早在1970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以反洗钱为目的的银行保密法 Bank Secrecy。1986年又推出了洗钱控制法，进一步将洗钱纳入联邦犯罪的范畴，并增加了没收财产的惩罚规则。但911事件让人们意识到这些法规还远远的不够。于是呢，爱国者法案在2001年迅速出台，其中的第352条要求所有金融机构必须建立反洗钱机制。更重要的是，第311条赋予了美国财政部前所未有的权利，可以在无需通过法庭证明犯罪事实的前提下，将全世界任何的国家和地区有洗钱嫌疑的金融机构认定为主要洗钱盲点，命令美国金融机构对其实施特殊行政措施，包括限制交易，甚至完全切断美元支付通道。直到现在，爱国者法案还在发挥着其重要的影响力。通过这个事件，我们不难发现，立法是美国政府不断修补秩序的一个有效的手段。另一个更接近我们的事件发生在加密领域，时间是在2022年，地点在韩国。Terraform Labs 推出了稳定币 Terra USD， 一度呢被视为算法稳定币的典范。它不是用美元等法币储备来背书，而是通过与生态代币 Luna 的兑换机制维持与美元的锚定关系。听起来非常创新，但它的问题在于缺乏刚性的资产支撑，极度依赖市场的信息。2022年的5月，一场信心危机引发了 UST 的大量的抛售， UST 价格脱离了与美元1:1的这种锚定，短短几天的时间，它从1美元跌到了 0.13美元以下，87%的跌幅。Luna 币也几乎归零，数十亿的美元资产
就这样蒸发了。这个事件成为了加密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黑天鹅事件之一。这个事件也提醒我们，缺乏监管、缺乏透明度的金融实验可能让投资者血本无归。时间呢，回到现在，在2024年一份权威性的报告里边显示，全球目前已有8亿3千多万的加密用户，这也是全球总人口数量的12%左右，而且这个数量还在持续的增长当中。加密货币它已经不是少数人的狂欢，而是不可逆转的大的趋势。川普呢也改变了他的立场，在2024年的9月，他在 X 平台上发布了新的推文，首次公开表达支持加密货币，并将其与美国再次伟大挂钩。2025年的7月19号，天才法案的签字仪式上，川普总统发表了演讲，我们在其中呢也截取了一段，试图去观察美国政府拥抱加密货币的真实目的。Under this bill, the entire ancient system will be eligible for a 21st century upgrade using the state-of-the-art crypto technology. Who would have thought we would have been saying that 2 years after I really met you for the first time? The Genius Act provides banks, businesse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 framework for issuing crypto assets backed one for one with real US dollars, treasury bills, and other cash equivalents. It's really strengthening the dollar and giving the dollar great prominence. 从川普总统的演讲当中，他强调了2点的核心目标。第一，传统金融系统需要升级，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技术，美国必须继续捍卫美元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也即新版本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如我们之前所说的，立法是秩序建立的过程。我们来快速梳理这3项美国最新的加密法案的核心内容，看看他们将如何重塑这个原本以自由为底色的加密市场。第一， Genius 法案，指导和建立美国稳定币的国家创新法案，要求稳定币发行必须100%由美元、短期国债等高流动性的资产支撑，强化透明度、合规性，防止系统性的风险和洗钱的行为。这项法案明确地为合法稳定币划定了边界，也在政策层面彻底地避免了 Terra 事件的重演。对整个稳定币赛道而言，它提高了准入门槛，但也提供了合规发展的一个明确的路径。长期来看，有助于提升用户的信任，并推动机构资金的入场。第二个法案是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 Digital Asset Market Clarity， 明确大部分数字资产由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监管，一定程度限制了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权利，为 Web3 提供了更清晰的法律框架。这项法案被视为加密市场的一场拨乱反正，它回应了长久以来的对监管模糊的不满，为 DeFi、Layer2、NFT 等创新领域释放了非常积极的信号。开发者不再如履薄冰，更有信心在法律允许的边界内探索新的模式。第3个法案是反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监控法案 Anti-CBDC， 禁止美联储发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CBDC， 防止政府通过数字货币监控个人金融行为，保护金融的隐私。尽管呢，该法案在学界与政策圈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但它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议题，在追求秩序的同时，我们如何设立权力的边界？它提醒我们，即便在强化金融秩序的过程当中，仍必须警惕政府的滥权，守住个人金融自由的底线。这不仅是一次对 CBDC 潜在威胁的防御，更是一种制度性的自我克制。通过这3项法案，我们能看到美国政府一方面在为加密市场建立秩序，另一方面也在试图避免权力过度的集中，为自由市场留下了空间。这种有限的监管加上明确的边界的立场，或许和比特币最初倡导的完全自由主义并不完全一致，但它是一种现实世界下的折中。
比特币诞生的初衷是让每个人拥有资产自主权和交易自由，而现实告诉我们，自由与秩序并非非此即彼。政府对加密世界的介入，可能不是自由的终结，而是自由与秩序找到新平衡的一个开端。我们呢，正处在一个由 AI 与区块链驱动的新时代，它既令人兴奋，也充满了挑战。除了去中心化与自由，秩序与合规也正在成为加密世界中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在下期的视频中，我们将带你深入了解一个正在引发关注的新的项目 Wilfy USD1， 一个试图在合规与创新之间寻找平衡的稳定币实验。它能否为加密市场带来新的秩序，还是说它是另一种形态的自由妥协？我们拭目以待。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你更倾向自由还是更信任秩序？这场博弈最终谁会笑到最后？如果你喜欢这类深度的内容，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和更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块儿来聊一聊未来的金融秩序。我们下期再见。